近日，一些美国政客再次妄议联大第2758号决议，声称决议未认可不等于不反映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不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系统及其他多边论坛。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司长杨涛10号晚就此举行吹风会，阐明中方立场，并正告美国，对于联大第2758号决议，美国只有严格遵守的义务，没有任意曲解的资格。台湾地区新旧领导人将在5月20号进行权力交接，敏感时刻，美国为何又开始打台湾牌？杨涛在吹风会上表示，近日兰默克等美国国务院官员妄称联大第2758号决议是企图将美国虚假叙事体系化、系统化，误导国际舆论，挑战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全面系统阐明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正本清源、匡正视听。杨涛说，第一，联大第2758号决议充分反映、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国际共识。第二，联合国系统始终遵循联大第2758号决议，秉持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涉台问题。世卫大会已连续多年拒绝讨论涉台提案。第三，国际社会普遍遵守联大第2758号决议，完整准确落实一个中国原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大义，是人心所向，是大势所趋。第四，美国必须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杨涛表示，我们要提醒美国，开历史倒车必然翻车，打台湾牌必然引火烧身，搞以台制华必然以失败告终。5月以来，美方官员多次公开曲解联大2758号决议，包括此次被中方点名的美国务院东亚局驻青邦办兼中国事务协调员兰默克。本月初，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办有关联大第2758号决议研究报告的发表会，兰默克在会上公然妄称中国错误阐释2758号决议，美国的一中政策和中国的一中原则不同。一段时间以来，兰默克的存在感看起来并不高，但他在处理中美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美国务院官网介绍，兰默克主要职责是管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事务，直属领导是曾多次来华访问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兰默克曾学习过普通话，并曾2次派驻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2001年，中美军机在南海发生撞击事件，兰默克也曾参与后续的处理工作，是美国政府内的知华派，但并非友华派。值得警惕的是，兰默克此时歪曲联大决议、炒作涉台问题，显然蓄谋已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本月初炒作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卫大会的议题，并发表声明称，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论坛。几乎同时，美助理国务卿康达在美国参众两院作证，老调重弹称中国在曲解和滥用2758号决议。外界观察指，美国再次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国际社会的定论翻旧账，与即将来临的台湾地区新旧领导人权力交接有关。世卫大会将于5月27号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彼时将是台湾地区新政府上台的第7天。美国一直以来打所谓的台湾牌呢，其实就是2个套路。那么一个套路呢叫外事，一个套路叫军事。曲解2758号决议也是他的在外事这个领域当中想不断的制造事端的一系列动作当中的一个。但是呢，我想美国方面应该明白，2758号决议白纸黑字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它的含义也非常的明白，这不是美国想曲解就曲解得了的。美国炒作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实际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深圳卫视注意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在计算中国的会费时，都会将台湾地区的 GDP 纳入其中，而在这件事上，美国未曾提出异议。联合国会费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挂钩，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多交，实力不足的国家少交。2023年，中国分配到的会费比例为15.254%，需要缴纳32亿元人民币。需要警惕的是，美国不仅在国际组织平台操弄台湾问题，还成立公司协助盟友打台湾牌。美国务院前不久成立一个8人小组，以咨询公司的方式运作，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美国方面称是想要仿照立陶宛模式，给其他国家提供帮助，言下之意就是鼓动盟友在敏感议题上挑衅中国，美国承担兜底角色。美媒认为，美方此举是以经济的角度切入，与中国打政治战，本质仍然是阻碍中国的发展。
而美国近期频繁挑动南海局势的举措，则引发两岸愤慨。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立法机构防务及外事委员会召委马文君计划带队考察位于南海南沙群岛北部的太平岛。马文君透露，考察团将搭乘 C-130运输机前往太平岛，停留1至2个小时，主要是慰劳官兵、视察南沙太平岛港侧浚深及码头整修工程状况等。国民党、民众党共20名民代登记参与，是历来登岛民代人数最多的一次，但并没有民进党籍民代。而民进党不仅不参加，还冷嘲热讽，竟称国民党此举是所谓为大陆助威，给台湾当局添乱。太平岛呢，在台湾地区的规定当中是属于高雄市的旗津区。那么，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到高雄市旗津区的一个地方去考察，何错之有？这个问题反过来要问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你们为什么不去？你们究竟在怕什么？如果从历史上看的话，也有很多绿营的政治人物去过太平岛。所以，当这些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其实在攻击别人的时候，是不是也骂到了他们自己呢？岛内舆论大为不满，认为民进党当局相关表态恰恰体现了其甘当美国棋子的丑态。民进党要配合的话，是因为民进党本身来讲，他没有任何的国际政治的感觉，他是完全抱紧美国，美国叫他干什么干什么，他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太平岛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自然岛，目前由台湾地区实际控制，隶属于高雄。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曾在2015年登岛，并在岛上发表讲话，明确反对菲律宾等国对太平岛声索主权。对于此次蓝营民代登岛考察，马英九也予以支持。国台办曾表示，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但蔡英文在位的8年里并没有登岛，如今即将卸任，面对岛内强烈的民意，蔡英文仍然没有做出相关安排。民进党方面辩称，目前南海局势持续升温，台湾地区领导人要不要登太平岛应该妥善规划。分析指出，蔡英文迟迟不愿登岛是看美国的脸色。美国现在正以菲律宾为抓手操弄南海议题，并不乐见台湾地区参与其中。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批评称，这种怕美国不悦的心态，正是台湾政坛必须破除的迷思。蔡英文执政期间，我们看到呢，他所有的事情呢，他都关心美国高不高兴，从来不关心台湾的民众高不高兴。我们要告诉蔡英文，太平岛呢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那么我们有义务，我们要守好它，我们要用好它。那么如果蔡英文之流敢于把太平岛作为去讨好美国人的工具的话，太平岛恐怕不会太平。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赖清德将在5月20号正式就职，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恐怕更加为美国马首是瞻，将进一步推升台海紧张局势。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近日就对赖清德上任后的两岸形势感到担忧。就是我认为时间不多了啦，我讲白了啦，我认为赖清德这一任，台湾大概就决定大局了，就是时间到了，你逃不掉了。那越早谈对台湾相对有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籍民意代表准备于本月18号联合登上太平岛一事，您作何解读？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太平岛是中国的，并且由台湾方面在实际控制。因此任何一个台湾人登上太平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他们的合法权益。这就如同岛内民众从台湾本岛前往金门与马祖去旅游是一样的。然而我们看到，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居然在岛内外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蔡英文当局以及民进党不仅自己不敢去、不愿去，甚至还对中国国民党与民众党的登岛行为冷嘲热讽、横加指责。这也就使得国民党与民众党及民意代表的正常登岛行为披上了某种悲壮的色彩。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太平岛的问题在岛内不仅仅是权益归属问题，还涉及到了岛内两岸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博弈。首先在岛内，它涉及到了蓝绿之间的统独意识形态之争。大家知道，在2战结束之后，南海所有岛礁的主权
是由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或者说后来的岛内县政权，从日本手上收回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蓝白民意代表的联合登岛行为，就可以理解为承认与继承国民党政权与岛内县政权的行为。相反，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要搞台独，其首要目标就是否认、架空，甚至是推翻岛内县政权。这就是他们不敢也不愿意登上太平岛的原因。其次，这背后还涉及到两岸政治的博弈。蓝营对于南海岛礁主权与海洋权域历史由来问题的论述，跟中国大陆的主张实际上是完全一致的。这背后的根源就在于，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国民党，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9二共识，而蔡英文与民进党当局这是坚决拒绝承认9二共识的。所以，出于恨乌及乌的缘故，他们自然也就不愿意登上太平岛。第三，这背后还涉及到复杂敏感的国际政治博弈因素。南海岛礁问题本来是一个主权归属问题，是可以根据历史依据做出是非曲直判断的。然而，由于中美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因为美国在本地区挑起了意识形态的对抗，它居然被打上了深深的意识形态烙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阵营对抗。由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跟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同，所以在南海岛礁主权纷争上，他们就站在了菲律宾这一边。而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当局，这是坚定地倒向了美日澳阵营的，这也是导致他们不敢登上太平岛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当局还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认为威胁太平岛安全的不是美日澳与个别东南亚国家，而是中国大陆，甚至造谣说未来中国大陆要武统台湾，第一步就是先拿下太平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蓝白民意代表的登岛行为，一是为了维护岛内县政权，二是为了维护9二共识，三是要对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当局毫无原则的亲美路线来说不。相反，蔡英文以及民进党当局反对登上太平岛，一是为了推翻岛内县政权搞台独，二是为了反对9二共识，三是为了抱美国的大腿。那么这一次登岛行动又会对接下来的南海岛礁主权的博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自从2016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亲自登上太平岛，在南海主权归属问题上发出跟中国大陆一致的声音之后，蔡英文执政8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南海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不仅一直在当缩头乌龟，甚至还出现了准备跟美国暗通款曲、沆瀣一气的迹象。其实我们知道，在美日澳等域外大国的支持和纵容下，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主权纠纷开始走向激化。境外舆论甚至还传出，为了从法理上帮助菲律宾争夺南海主权，美国还准备鼓励菲律宾向荷兰国际海洋法庭提出新一轮的南海仲裁案。而早在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裁定菲律宾胜诉的最为主要的依据，就是认为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海所有岛礁都只是礁而不是岛，并且这些礁都是在菲律宾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蓝白民意代表的联合登岛行为，就可以再度告诉外界，太平岛不仅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也是严格意义上真正的岛。而只要太平岛是岛，以及太平岛属于中国的事实与法理依据得到了确立，那菲律宾的所谓南海主权主张，以及2016年海牙国际法庭的仲裁结果，就都站不住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党与民众党籍的民意代表联合登上太平岛的行为，其实就是在暗中变相帮助中国大陆维持南海岛礁的主权。